最近俄乌战场的情况呢越发焦灼。不过呢，我们可以在最近巴赫穆特的战况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北约援助的重武器都没有投入战斗。如今随着北约先进坦克逐渐抵达，大兵猜测乌军可能是准备憋一波大的。那么当前的俄乌战场哪里最适合乌军展开大反攻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北约答应援助乌克兰的先进坦克已经有一部分抵达了乌克兰或者波兰，其中包括90辆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100多辆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等等，并且英国方面宣布对乌援助的挑战者2重型坦克将从14辆增加到28辆。AS90 型155毫米自行火炮也要从24门增加到33门。捷克宣布再向乌克兰援助30门 M2 达纳型152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在2022年，捷克已经提供给了乌军24门 M2 达纳型152毫米自行火炮了。美国以 M60 型坦克为底盘的 AVLB 型装甲架桥车和德国的 BIB1R 型装甲架桥车正在交付乌军，这意味着乌军的坦克大反攻即将到来。而如今最适合乌军坦克行军的无疑是扎波罗热战区。在俄乌开战1个星期，俄军就夺取了扎波罗热70%的区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扎波罗热是一个大平原，无险可守，十分适合坦克推进。在北约援助的坦克到货之后呢，俄军也要面临同样的困境。作为整个俄乌战争最奇葩的一条战线，扎波罗热地区的战事一直都被各方关注，但是战场上却不温不火。这条战线上，无论是乌军突破攻打马里乌波尔和梅里托波尔，还是俄军进攻扎波罗热威胁顿涅茨克侧翼，都会对全局起到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只要肯付出足够的代价，都有突破对手防线达成自己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此前呢，双方之所以不对扎波罗热采取行动，是因为双方的战争焦点仍在顿涅茨克地区。现如今，扎波罗热大部分地方还在乌军的控制当中，后勤支援十分方便。俄军的现有兵力不占优势，只占了扎波罗热少部分地方，而且战略位置也不太重要。如乌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当地的俄军恐怕很难抵挡。在获得了大量北约坦克之后，大兵认为乌军的战术大概率还是会复制伊久姆和赫尔松战役，也就是集结优势机械化部队绕过俄军主力集群，专门从2翼猛扑俄军的后勤补给线，不强攻坚城，转而攻打补给线，迫使俄军弃城撤退，或者待对方物资匮乏时再发动进攻。而其中在扎波罗热战区最关键的城市莫过于梅里托波尔，俄军军事运输赫尔松甚至克里米亚都必须经过梅里托波尔这个关键的交通枢纽。同时，梅里托波尔还是顿巴斯俄军沟通南线俄军的关键枢纽。一旦乌军夺取梅里托波尔，那么北线俄军和南线俄军将会被彻底切断，同时克里米亚都将处于乌军炮火和导弹覆盖之下。不过相较于此前第聂伯河右岸的赫尔松地区的3面对敌1面背水，只有3座桥可供陆路补给，梅里托波尔则不同，其所处的扎波罗热地区路网密集，道路跨越的河流也都很窄，几十米宽的那种呢，好炸也好修，而且数量众多，想要完全炸毁运输线很困难。因此大兵认为乌军进攻扎波罗热可以利用远程火力持续封锁突击路线上的每一个城镇的补给线，然后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靶点一直推进到梅里托波尔。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扎波罗热地区的防御工事远不如顿巴斯的8年筑垒区坚固，和俄军几次大规模撤退的地区差不多，这也相对容易打一些。当然呢，为了防止俄军突破火力封锁或者主要进攻部队遭到俄军的火力打击，乌军呢要3路齐发，同时夺取主攻路线左右两侧一定距离的城镇，比如梅里托波尔东北方向的托克马克等，以保证中路乌军的突破顺利。而为了加快靶点进程，除了封锁每一个城镇周边的补给线，还要尽量的阻断俄本土与南线俄军的补给线，这就需要彻底的炸毁克赤大桥，并且呢持续轰炸克里米亚地峡以及亚速海沿岸的补给线上的道路和桥梁，以防止俄军修复。在拿下梅里托波尔之后，乌军可以继续依靠远程火力一直封锁所有通往该市的要道，
阻止俄军的三面夹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梅里托波尔的西俄军的补给也将陷入困境。此时的赫尔松的乌军还在第聂伯河河口的金本沙嘴登陆，东西夹击，这部分俄军将面临赫尔松市的困局，进而被逼退至克里米亚。不过，想要打出以上的效果，乌军需要大量的坦克装甲车辆、远程火炮以及战术导弹。目前，西方已经答应援乌300多辆主战坦克，其中近一半是第3代坦克，对俄军坦克有较大性能的优势，但是数量略显不足。因此，作为突击力量的坦克装甲车方面，仍需要北约加大援助。不过呢，和俄军相比，乌军在当前已经在远程火炮方面对俄军形成了优势。北约各国援助乌克兰的火炮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数字化火炮总数已经有100辆左右，而且俄军唯一的数字化火炮 2S-19M2，2017年才服役，总共数量才几十辆。数字化火炮的好处呢，是在于不依赖固定阵地，能够快打快撤，并且由于装备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地图，数字化火炮可以随时随地地获知自身的坐标，并且利用自动化火控系统自动调整火炮俯仰角和射击方位，快速开火。正是因为数字化火炮太少，俄军空有火炮的数量优势，反炮兵作战能力却很差。如果西方的炮弹援助数量足够的话，届时将难以打破乌军火炮对城镇周边补给线的封锁。当然，乌军装甲机械化部队在大平原上打突击，也很容易遭到俄罗斯空天军主力的打击。在扎波罗热战场，俄乌都有优势和劣势，主要看双方实战发挥了。如果进攻一切顺利，俄军方面呢也会随之派出大量的在顿巴斯的士兵南下增援，这也会减轻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压力。当然，想要守住梅里托波尔，还要助力克里米亚的俄军轰炸克里米亚地峡以及亚速海沿岸的补给线和弹药库。无疑呢，这是一个拖住俄军的好办法。而这个任务就要交给海马斯了，以及 GDAM-ER 精确制导导弹了。目前呢，乌军的海马斯弹药的射程不能完全覆盖这些地方，而即将到货的射程150公里的 GLSDB 则绰绰有余。不过陆射 SDB 威力太小，战斗部才110公斤，所以美国呢又提供了 GDAM-ER 精确制导炸弹，它有227公斤和907公斤两种选择，射程可以达70公里。但是呢，这需要载机在10000米以上高空投放，风险较大。好在呢，两者都造价低廉，量大管饱，结合着使用，俄军呢也会十分头疼。至于彻底炸毁克赤大桥，则需要用到射程更远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此前有消息称，该导弹可以整合到乌军的苏24战机上。风暴阴影即便是出口信号，射程也达到了250公里，足以打到克赤大桥，而且雷达反射面积小，精度极高，俄军拦截的难度不小。如果说乌军之后的目标最有可能是扎波罗热的话，那么俄军的进攻目标则有可能是莱曼。目前呢，瓦格纳集团可以说是北线俄军的基石，吸引了整个乌军的力量，给战线其他方向的俄军创造机会。根据最新俄媒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亲临第一线视察参战俄军部队。如今，俄军近卫第2摩步集团军、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近卫第76伞兵师、近卫第20集团军等部队，装备着俄军最先进的 T90 坦克、联合步兵火力支援车、扫雷战车等先进武器，正在向克里米纳方向展开攻势。俄军呢，在克里米纳的行动，一方面打击北线的乌军，完成普京下达的夺取顿巴斯的命令；另一方面呢，还有吸引乌军到对俄军有利战场进行作战，而不让乌军有时间有精力去反攻扎波罗热。除此之外呢，最新关于北约援助乌克兰方面呢，最大的新闻就是英国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真正的战斗机，而不是一般的老旧战机了，是英国早期使用的台风战机。这飞机呢和风暴阴影导弹那可是原配。对于英国来说，提供台风战机不仅能够打击俄罗斯，还可以清一清库存。此前英国提供的多种武器有很多都是本世纪初期甚至是上世纪末期购买服役的。英国如今呢也要开始研发下一代战机了，这些早期的台风呢无疑是要尽快想办法处理掉，乌克兰无疑是最好的使用者。
毕竟这些飞机本来就是针对苏联、俄罗斯的威胁研制和装备的，如今让乌克兰来使用对抗俄罗斯，本质上是符合英国利益的。除此之外呢，意大利也放出消息，有意为乌提供狂风战机。不过，意大利提出了一个援助条件，那就是要欧洲盟友先给。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感到很熟悉呢？没错，跟此前德国给豹2是一样的说辞。只要英美两国谁先开了援助战机的口子，意大利自然是紧随其后。而当前的乌克兰也已经早早地为北约战机铺好了道路。目前，乌克兰的一个主用和一个备用机场已经竣工了，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用来保卫机场。前段时间传出的乌克兰飞行员想必也即将培训完毕了，就等着飞机抵达后与俄军作战了。而除了战机之外呢，军援乌克兰的大量装甲车辆正在德国和波兰卸货。如今，除了已经抵达的4辆豹2之外，波兰总统还表示，其他的豹2坦克将在2到3周之内抵达乌克兰。德国国防部长也宣称，将在今年4月之前向乌克兰交付1个营的坦克。总而言之，想要帮助乌军打赢这场扎波罗热批入战，北约国家还需要给乌克兰更多的坦克装甲车，以保证足够的炮弹、陆射 SDB 以及精确制导炸弹，并且呢，一定数量的巡航导弹和战机。一旦这些武器准备齐全，乌军的反攻就会开始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会进攻扎波罗热吗？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